你加了半夏以后，半夏把那个胸膈的水排掉啦，半夏是止呕的，对不对？恶心我们就用半夏，呕也停掉了，你半夏也吃进去了，到药对了，吃下去以后，这个人呢形肿，有点浮肿的起来了，哈。这个时候加杏仁主治，为什么会浮肿？因为他是本虚之人，原来就是虚的，肺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。这个时候，会有一种形肿的现象，肺的津液还不够。这时候我们加一些杏仁下去，所以杏仁是润肺的，色白入肺，而且辛香，这个本来呢看起来我们这个病人浮肿，看起来是老师应该有这个汗剂嘛，不是有水吗？其实这个为什么不用麻黄？因为他是本虚的人，肺里面津液不够了。你如果误开麻黄的时候，病人会昏厥了，因为津液已经不够了。所以你治好他咳嗽了以后呢，表征都没了，还有一点浮肿的现象，要用杏仁去增润他的津液。你如果说老师我没有杏仁，我说吃点水梨，任何色白的入肺，麦门冬都是白色的，都可以用，当然杏仁是最好。这个杏仁过去我们用在治疗肺结核的时候，杏仁的是立大功的，立大功的。所以你如果吃麻黄的话，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血虚的，麻黄呢再把它阳发出来，血会更虚，所以是本虚之人。所以这里这个条辨呢，大家要注意，贫血血虚的人不可以用发表的药，不可以再发用麻黄。所以麻黄呢要小心，因为麻黄是阳药，发它麻黄是阳药。那后面就是灵甘五味姜辛半夏杏仁汤证，这个处方就是这样来的，我给大家慢慢建立一个观念，因为后面我们会开始用到，消渴的时候就会用到。中医里面呢，血呢有分阴阳，任何东西都有阴阳。光是一个血，它里面有分阴阳。血的阴呢，就是血球。你的观念里面就是西医讲的血小板啊、红血球啊，就这样。阳是什么东西？阳就是水。所以血管里面一定会有水，一定需要水。如果你开麻黄，一下去把水发散掉了，麻黄并不是会去伤血，而是它把血管里面的水排掉了，所以它伤血。这样子了解意思，所以麻黄用的时候，用汗剂的时候要小心的使用，那常常我跟诸位讲，我们为什么麻黄跟杏仁在一起并用？因为杏仁是入肺，它可以把这个血里面的水补足补足起来。好，这里呢，如果这个病人呢吃了灵甘五味姜辛半夏细辛汤以后，加杏仁汤以后呢，面热如醉，这是胃热，上冲熏其面，脸红红的，这时候加大黄，需要加大黄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大黄只是去实，去实，就变成这样子，这个就是这个处方的加减而已，没什么。病人呢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隐加，身体里面有隐带到，有囤积的水带到？因为他不是说真的水肿啊，水肿你可以看得到水肿，对不对？一隐的话，小青龙或大青龙嘛，它这个隐就是停在中间。病人呢，这个条片讲的就是这个，先渴了以后又呕吐，对不对？你说口渴，你拿水给他喝，喝了又吐掉，这就是水停心下，这个都是隐加。所以你口渴喝水下去是正常的，口渴了喝水下去就吐掉，就是里面有隐停在里面，这些都是协助我们来辩证，知道病人有隐加。当我们发现到里面有多余的水停在内脏之间，或者是组织或者胸肋之间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把它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水就是最好的生病的疾病的环境啊。这个水在那边，水是什么东西都需要的，所以癌症也需要水，病毒也需要水，寄生虫也需要水，
好，所以你这个水平常哈，我们就要把那个瘾排掉，身上不要有瘾，好，这是我们为什么练功夫，好，你把身体扭转或者怎么样 ，anyway 就是要把瘾去掉，好，那这个搅拌下汤，搅拌下加茯苓，好，都是很浅，好，前面就介绍过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告诉诸位，你从这些地方呢，这些症状都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有瘾。